2020年的时候，全中国每5户的家庭就会有1户养宠人。宠物1000夜是一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自然纪录片，讲的是人和宠物是怎么相伴解除孤独的故事。苏州的一户双职工的家庭养了一只意大利小灵缇，他们当时选择这只狗的原因就是因为毛短容易打理。在城市里去养一只小型的这个猎犬会是什么样的？要错呗。主人呢，因为出外工作，每天就只有1个小时的这个放风时间，感觉灵缇像一个孤独的阿甘一样，他拼命的想要奔跑，每个小时有60公里的时速，其他的陪跑的边牧、柯基都没办法跑过他。回来了。就是那句歌怎么唱来着？就是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是家里没有草原。狗的一生就10几年嘛，正好是处在我们20多岁、30多岁正在奋斗的时候，那它应该是享受不到在田园当中每天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是挺可惜。但是都市的这个生活其实是会改变宠物的一些习性，宠物的陪伴其实也改变了这个都市人的一个生活和情感状态，形成了一种比较奇妙的生态关系。我是一个亲手超人，专打金属一样的人一样。罗琳是在成都的一个流浪歌手，他很小的时候遭受过父母的毒打，自己也患有一些疾病，离家出走，收养了2只流浪狗。金毛狗蹦蹦和艾玛就一直对他是不离不弃。因为养了2条狗，遭到他的邻居房东的驱赶。你说臭味影响到你们，我马上就搬，对不对？19年里面搬家了21次，邻居会说你养狗的话，那你就搬到别的地方去。我不想在街上再去流浪了。我是在街上流浪的人，但是他们不是流浪狗的吧？罗琳的生活里面没有那么多的物质，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需要他去牵挂的人或者事，所以其实这2只狗对于他来讲，可能就是他生活中的全部。他们永远不会嫌弃我，只有人才会嫌弃我。狗和猫喜欢你就是喜欢你，它喜欢你它就不会离开你，它不像人，人说喜欢你它会骗你。萨摩耶萌萌是苏醒的妈妈带回家的第1只狗。当时那个医生说他得的是青光眼，我记得当时在那个医生办公室里面就一下哭的就不行了。苏醒思考了很久之后，就还是决定摘除萌萌的这个眼睛，然后为它做了一对义眼，是天蓝色的，像星空的样子。后来苏醒的妈妈就是去世了，萌萌经常会坐在妈妈喜欢坐的那个位置。在萌萌的第2次疾病的时候，就奇迹般的生存了下来。那个时候我就在心里想啊，我就说妈，你都已经走了，我说你能不能让萌萌多陪我几年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上辈子他是我的导盲犬，然后这辈子我就成了他的导盲人。在哪来？过来，来，姐姐在哪？来跳跳，下来来，好，跳跳。很多人会说养一只宠物越养越像主人，有的人可能是把它当做孩子去养，尽力去给它最好的东西，有的人可能只是当做室友，彼此不相干，但是会给予很大的自由。宠物的热热闹闹的可可爱爱的故事是我们的一个外观，但内核还是人类社会当下的一个面貌。比如说海淀妈妈会去让皮卡参加一些犬种的比赛，教育内卷。互联网大厂的996的年轻人，宠物是他们结缘的一个方式。一人一狗，他们本来是居住在城市里，然后选择去乡野开一间民宿，相互陪伴。经历了2年，我们大概是调研了有200到300个故事，最后进入到成篇的是24个。更能去理解人为什么去需要宠物的陪伴，或者说他为什么愿意花那么多精力在宠物身上。他们去投入自己的情感，
然后从宠物身上得到了他们这个情感的回馈。其实还是人类永恒的孤独吧，通过养宠的这种方式去消解这种孤独感。